有幸从同城盲盒获得一张208元的含税机票，该票呢还是联程机票，等于一次飞两国，第一站前往新加坡。我这趟航班呢是库航的 TR189，库航属于廉价航空，默认是没有行李配额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大部分人都有一个背包。这趟航班呢采用波音787-9的机型，能乘坐250人左右，飞机属于中型宽体客机。整个航程理论实际是5小时，实际情况呢4个半小时也能到达了。因为是宽体客机，所以在登机的时候最好告知一下你的座位号。宽体 D。OK。受不了了，能不能把东西拿了？抵达机场后，走出廊桥，你只要看标志，跟着 Arrival 的牌子一直走就可以了。现在呢是大概凌晨4点半的左右，但是呢这边有很多过夜的游客，甚至躺在地上都一大堆。你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跟着 Arrival 的标志走，不要害怕，不要犹豫。其实呢，这段路还是很长的，一直看到移民局的标志，那么才是对的。那么马上就到了，这个地方呢就是移民局的标志了。那这个地方过去就不能拍照了。那前面的话就是自助闸机，你可以刷护照直接过机。经过移民局的检查之后呢，你就开始去提取行李啊。这个行李的号码呢，其实你可以通过非常准航旅纵横来了解。那么然后再经过海关，如果说你带香烟的话，一定要注意，因为新加坡对香烟管制非常严格。还有这里的话就是 Train to City, Bus to City。如果说你跟我一样啊，在 T1啊或者 T4的话，那你可能要坐一个转换的小火车，叫 SkyTrain。但是现在还是很早，所以说 SkyTrain 还没开门，还没开始，所以说呢，现在还是只能在 T1等待着。新加坡啊，新加坡早上其实你这机场这边要 T1啊，这边有一个员工食堂，员工食堂的话早上5点钟就开门了。现在我这边是4点多分，啊，差不多就可以了。啊，你看到了没有？啊，这个是比较省钱的啊，机场都很贵，然后这边还有个厕所。现在是4点55分，坐了一晚上的航班，肚子有点饿，还是要吃点东西。就像现在你去那个什么 SkyTrain 啊，去 T2 啊，再去坐 MRT 啊，就是那个地铁啊，然后去市区，其实没用啊。那边也是5点多开门啊，你现在还不如吃点东西。这边吃东西还便宜呢，等下市区这么早哪里去找早饭吃啊，很难找。闲着无聊跟大家聊一讲啊，这个为什么我选择坐这个航班呢？第一个啊，就是
如果说你以后想来马来西亚或者说新加坡一起来玩啊，有个省钱方法就是你从杭州坐这趟航班叫 TR189航班啊。这个航班呢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如果说直接买杭州飞新加坡反而贵，但是如果说直接买杭州飞新加坡转机，然后当天晚上傍晚又飞到吉隆坡，那就是便宜啊。可能上次来的时候700多吧，这样的话就是对于这种体力好的人啊，像我这样的比较体力好的人，然后就体力好的人的话，你就可以，晚上22点啊，这个上飞机，23点上飞机，有可能延误嘛，坐5小时啊，到达这边，那我今天就延误了，原本的话3点50到达。3点50到达我还不喜欢，其实我还巴不得延误了。你像巴不得延误之后，是4点11分到达，4点11分到达之后，现在4点57分了，我现在吃个早饭，然后进市区，正好啊，是不是？这路上飞机上可以睡觉啊，对不对？晚上的时候我再飞走啊，很方便啊。你也知道这个新加坡住宿很贵的，而且新加坡说实话其实也没什么好玩的。如果说你不玩什么 USJ 那个什么环球影城啊，也没啥意思的，大部分都是写字楼，没什么意思，真没什么意思。但是这个是个很好办法，知道吧？就是一张机票啊，它是联程机票，可以往2个国家，是吧？你也可以选择，其实从这边飞往那个吉隆坡的航班特别多，你根本就不用担心。也可以坐轮船去吉隆坡，也可以坐什么汽车去吉隆坡，都可以啊。但最好还坐飞机，坐飞机的话就是2小时嘛，这个是省钱的航班啊。那我是今天是晚上8点多要飞到那个雅加达，我今天白天在市区玩啊，说实话，这时间也挺长的啊，够玩了。我准备去圣淘沙看一下，第2次来了，我还比较熟悉点。早上5点钟，然后这边的员工食堂开始开门了。不过开门是开门了，但是真正开门营业的商户还是很少的，零零散散，估计数来数去就2-3家。这家是卖饮料的，专门是卖饮料的，但是饮料的话，其实价格也挺贵的，大概可能是2到3块的新加坡币一杯可乐吧，可乐是给你加冰的。那么前面继续往前走，你可以看到有些是中国菜，中国的麻辣香锅也有，四川菜什么都有，但是都没开门。早上吃这些好像也不太合适，毕竟新加坡呢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印度人也有，马来人也有，华人也有，所以说呢这边餐厅呢还包含了很多都是清真的食物，你不能外带食物。那么我总算最后找到一家还是比较符合自己口味的一个华人口味的餐厅吧。